2020年一场人为的大火导致5人丧生，然而呢，凶手被抓到之后呢，凶手却说：“抱歉，你们和我没有任何的恩怨，我烧错了。”这次导致5人死亡的纵火案呢，竟然只是因为一部苹果手机。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案子。2020年8月5日凌晨2点40分，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玛利亚呢正在熟睡当中，被外面的吵闹声给惊醒了。她走到窗台，看到了外面火光一片，邻居家的房屋正在被大火吞噬，冒着浓浓的黑烟。她叫醒了丈夫，马上下楼。附近的巡逻的警察也赶到了现场，众人一起帮忙灭火。然而呢，整个居民楼的是木质结构的，火势蔓延得很快。由于火势太猛了，根本就无法靠近，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整个房屋吞噬。事发时，这栋居民楼里面总共有8个人，其中呢有3名成年人从房屋的2楼跳窗幸免于难，而住在1楼的5人呢没有逃出火海。消防员赶到现场，把大火扑灭之后，在1楼发现了他们的遗体。他们分别是29岁的吉布里尔和他的妻子23岁的阿宽，他们的女儿只有22个月的卡迪贾，他们的亲戚25岁的哈桑和哈桑只有6岁的女儿阿瓦，他们都是来自西非塞内加尔的合法移民。一场大火导致5人丧生，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大火之后呢，警察发现这场大火并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在纵火。起火点是1楼靠近门的位置，正好堵住了逃生的路线。而且呢，事发时间是凌晨2点多，屋子里的人都在熟睡当中，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起火。警方推测是有人故意将屋子里的人烧死，甚至连婴儿和儿童都不放过，凶手是非常的凶残。死者呢都是移民，又是穆斯林，很多人就认为这是针对宗教信仰的仇恨犯罪，这让整个移民社区人心惶惶，人们生怕自己的家会成为下一个被害的目标。社区居民呢纷纷给自己家里加装了监控报警设施，而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警方调取了案发地点附近的监控，在邻居的监控当中，警方发现了3名可疑人物，他们都戴着面具遮挡了整个面部，穿着黑色连帽衫和长裤。案发前呢，3个人驾驶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到了社区，大火燃起之后也是驾驶着同一辆汽车火速的离开。由此呢，警方就发布了悬赏令，悬赏金额是14000美金。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另一方面，警方对受害者一家也进行了调查发现这家人的人际关系简单，并没有和谁发生过什么矛盾。但是根据视频，很明显3名凶手并不是随机作案，视频当中的凶手是直奔这栋民房来的，这让警察也是一头雾水，想不通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转眼间呢，5个多月过去了，警方一点线索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嫌疑人都没有找到。民众对此非常不满，警方的办案压力巨大。这时呢，警方想到了一个开创性的调查方法。警方想到，既然凶手是有目的的谋害这家人，那么在作案之前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搜索过目标住宅的信息，而在当地呢，人们使用最多的搜索工具就是谷歌搜索。于是呢，警方申请了一张搜查令，要求谷歌公司提供案发前15天内搜索过案发地址的用户 IP。调查结果发现呢，在那段时间总共有61次搜索案发地址，分别来自8个用户，其中5个是来自科罗拉多州。为了确认这5个 IP 地址的用户的真实身份，警方呢就再次申请了一张搜查令，得到了这5个 IP 地址所对应的搜索人的名字。这样呢，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警方一一的排查，最终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很可能就是纵火案的凶手。而让警方吃惊的是呢，这3个人年龄都不大他们分别是16岁的凯文和加文，还有14岁的迪龙。警方调查分析了3个人之间的通讯记录，得知3人当中呢，凯文是策划整个犯罪的主谋，而加文和迪龙是从犯。那么这3个人到底和受害者一家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要烧死对方一家人呢？经过审问，3个人也知道证据确凿，无法抵赖，最终呢说出了作案动机。这场5人丧生的纵火案竟然只是因为一部苹果手机。凯文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案发2个星期之前，凯文路过丹佛市城市公园的时候呢，被人给抢劫了。对方呢抢走了他的背包、鞋子，最重要的是他心爱的苹果手机呢也被对方给抢走了。其他的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那部苹果手机是他的最爱。他通过查找手机功能追踪手机的位置，手机追踪软件显示是在丹佛市机场附近。
用过手机定位功能的人应该都知道啊，手机定位并不准确，一般都会有误差的。而且呢，凯文手机定位的也只是显示在机场附近，并没有指定具体的位置。然而，凯文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案发地址的房屋内的人就是抢他手机的人。而且呢，他也没有提前到那里去了解情况，也不知道这个房屋内到底住的是什么人，他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查。但是他决定要让这个房屋内的人付出代价。凯文开始了计划，找到了2个小跟班加文和迪龙，3个人一起商量着如何报复，之后呢如何逃走。也许是物以类聚吧，2个人竟然也从来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凯文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完全没有考虑到事情发生之后的后果。8月5日案发当天，3个人戴上面具，开车到达了现场，拿着汽油桶偷偷地潜入了受害者的家里。3人没有去找凯文的手机他们只是将1楼的出口和墙壁浇满了汽油，点火然后离开。更无语的是呢，凯文是看了第2天播放的新闻才知道受害者一家并不是抢劫他的人，他烧错了对象了。法庭上，凯文承认纵火，但是呢自己并没有想闹出人命，只是想吓唬一下对方。嘉文也说3个人并没有具体的什么计划，不是预谋杀人。然而呢，3个人在作案前1000多条的互动消息里面一直在商量着怎么报复的这个计划。作案当天呢，监控中也拍到3个人下车之后手里只拿着1桶汽油，并没有其他的武器。如果只是想吓吓对方为什么不选择棒球棍或者其他更有威慑性的武器，而选择只拿着汽油桶，而且是在3更半夜趁着受害者熟睡当中放火呢？按3个人的年龄，应该明白一旦点燃汽油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的行为不像是临时起意，更像是蓄意谋杀。此案当中呢，由于警方是通过谷歌公司给出的个人上网记录来破案，很多人呢就批评警方侵犯个人隐私和他们的宪法权利，在社会上呢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你是警察，你破案可以，但是不能侵犯我们的隐私呀。法庭上呢，辩护律师也以此为由质疑控方的证据的合法性。最终呢，法院裁定警方当时申请的搜查令是合法的，并且强调警方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申请搜查令的，并不会影响民众的个人隐私。由于科罗拉州没有死刑，所以这3个人面对的最重的刑罚是终身监禁。由于此案犯罪性质恶劣，16岁的凯文和嘉文按照成年人的犯罪来量刑。案件经过长时间的审理，2023年年龄最小的迪龙首先被判刑。因为迪龙只有14岁所以并没有公开他的真实照片。由于迪龙属于从犯并且呢认罪态度比较好，最终呢法院裁定迪龙需要在青少年中心住3年，然后呢再到年轻人罪犯监狱当中监禁7年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是10年的刑期。2024年1月，嘉文和警方也达成了认罪协议，承认一项2级谋杀罪，最终呢被判了40年的刑期。由于他的年龄比较小，很有可能在20年之后就可以得到假释的机会。2024年5月，主谋凯文和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承认了2项谋杀罪。检察官呢就放弃了其他的60项罪名的指控，最终凯文被判了60年的刑期。审判结果公布之后呢，受害者家属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法院的判决并不能代表正义，这3名凶手都有可能在几十年之后重获自由，回到亲人的身边，而他们的亲人被残忍的杀害，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他们说，凶手应该被判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那才是真正的正义。